轩，今天台湾超级冷，10度甚至10度以下，我想发生什么事？结果我看到这一张图之后，我惊呆了，这边都是冷，然后围绕着台湾这边走，我想这一团到底是什么东西？原来这就是我们之前讲极地涡旋，我以为离我们台湾很远，结果它一路杀下来，南下杀下来，太可怕了吧！赵好，我跟你讲，他前来露营的路上，我跟你讲，我耳朵被外的风冻到整个有点冻伤。我想说怎么会这么冷？对，结果后来我一看呢，这个我们讲大气图，我就了解了。我们先前是不是跟各位讲过极地涡旋？结果呢，它现在外溢出来，结果没想到连台湾都被波及。你看它的这个大气压力已经1070、100%了，然后代表说呢，它整个一路的往南下钻。先前讲的喷射气流挡都挡不住，来，这就是台湾现在的卫星云图。知道吧？你看惊死人代表整个包括冷气团，包括这些气流，全部都往南边钻。台湾的我们讲的纬度也才20几而已，就这样撞到这边来，更不要讲说，你看像现在卖外蒙古整个全部都40度以下低温，一片雪茫茫，负40度的低温。对，40度以下负40度来勘察加半岛整个雪崩，甚至是连万里长城现在变万里冰城滑雪道，所以你就知道整个全球气候遭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但你知道最让我觉得意外的是什么吗？就在整个欧洲的区域，也特别是意大利这个地方，因为竟然出现了风暴。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风暴？他们那边原本应该是湿湿暖暖的暖空气嘛，但我你极地气流下来之后呢，是不是又暖又冷？那会变成什么呢？强烈的一个对流作用，就竟然风暴哈利跑出来在地中海这边。所以你知道吗？包括意大利、包括图西尼亚、包括阿尔及利亚，全部遭受到影响。特别是哪里？意大利，你知道吗？各位来，你现在看到了，原本是在靠近附近沿海有出海口的小镇，这个画面滔天巨浪，6、7公尺，看板直接给你砸下去。那个机车脚底抹油跑有够快，不愧是意大利人。来，你看一个坡，然后你看原本还有路人冒险拿手机赶快跑了啦！为什么？海水整个倒灌，全部都往城镇上里面的人冲进来，而且甚至是因为沿海是不是有一些餐厅？对，来你看美轮美奂，感觉原本很漂亮，搞不好我们讲还米其林的。水直接把所有的餐厅给冲垮，海景餐厅直接被秒杀了。海景餐厅变海景第一排，直接在海景里面的哈。那与此同时连很多的街道，你知道吗？真的是像海啸一样，那一直灌，你有没有听到那个民众吵杂的声音？对，被吓坏了，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景象。而且这种天气、这种季节不应该这样子。但你说为什么会灌进来？你知道吗？因为它整个海浪，甚至我们讲了比房子还要高。对，就你现在看到这个。傻眼呢！你不讲，他以为说哇，我们去游乐园玩什么游乐设施吗？他是完全越过了这一些所谓的提防，好不好？甚至说这种防护的相关的设备上直接盖过去的。对，那个墙至少3、4米。对，他就直接这样吧嗒下来了嘛，所以你就知道理解说为什么整个意大利风暴全部人都在跑当然啦，因为没有料到，因为你知道平常他们都在这时间在干嘛吗？可能坐在路边喝咖啡，对，可能我们在 chill， 在闲情逸致的在谈恋爱，就瞬间一个大水淹过龙王庙，就直接冲进来。那更倒霉是有些人是跑不掉，他就住在家里面。就呢，这是你看意大利的民宅全部水都灌进去，所以你想想看，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讲，当然是我们讲的这个天外飞来横祸。但更惨是什么呢？包括突尼西亚以及阿尔及利亚，对，因为就没有像意大利这么好了。来，你现在看到这真的是洪水水患了，龟呆掐直接被冲走，现场的直接一波给你带走。然后呢，路边的这个大水，我们已经不是淹大水而已，跟泡在水里面。这是突尼西亚我不讲，你还以为这是菲律宾还是东南亚那种长期遭受水患？对，突尼西亚很少遇到这种状况了，所以对他们来讲，看都没看过，这个水倒的速度已经不是排水系统可以解决了，瞬间整个涌过来了。所以你知道吗？还有这一种一台车直接插在上面，这个插代表什么？那个水当时很大的，对，这个翻掉了，那个水位直接把这台车给推升上来之后，驾驶应该人跑掉了，然后呢瞬间又降下来，所以他整个头就不动，对，浮起来的东西又不动，他才会这样。那你看这是路边的人，他本来可能是在旁边看而已。那你看他一被冲走之后，站都站不起来，跌倒了1次、2次、3次，然后呢，另外一个好朋友就这样瞬间被水流带着走，代表说真的很湍急，而且那个水况呢，里面还有裸瓜买，恐怕还有一些固体，很危险。但是我们长期带回来的亚洲，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中国也没好到哪里去。对，比如说我们以金融重镇上海来讲很难得，竟然降雪，你知道吗？整个沿路呢大雪茫茫，然后呢，像是我们讲人家讲撒盐空中差可拟，它这个已经不是撒盐在空中了，整个变入冰雪世界。而且呢，上次出现你知道什么时候吗？2018年才有这种状况。那我们刚才特别提到的长城我跟你讲，我认为非常危险，因为你看这是在长城上的观光游客，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他们都靠在边边？他们是想要看下面吗？不是，你看
太滑了。对，它的那个石板路整个都是一层冰，对，而且那个冰很厚的，等于是你如果不扶着旁边，你随时都会往下滑，你就可以直接去滑雪了。对，甚至连在内蒙古这个景象你一定没办法理解。来，你会问为什么全部都是烟？都是雾，我各位报告好不好？因为它零下-30度。对，那你知道，因为内蒙古本来都是沙子嘛，那牛舍这个地方也比较温暖，所以呢，靠近深处的地方呢，刚好它会有所谓水汽的挥发，所以导致说外面很冷，里面很热，整个水汽呢就不断的这样压起来，全都是雾了。对，所以牛一直跑，全部都变得像是雾一样。对，但是更可怕，你知道什么吗？来，中国传统的这种武林秘诀要出现了，这个叫做暴雨梨花针，是兵器吗？对，我们讲冷兵器，暴雨梨花针，当然不是啦，这是在济南。但是你知道吗？因为它刚好温度卡在大概-5度左右，所以它下来每个雪它不是呈现这种雪花状，它的整个形状被拉长，所以像一个针一个针一个针。我想你觉得我在开玩笑对不对？那个被打到一定痛到死对，那搞不好会被刺伤那雪这样一直下来，别人针状雪。建平，这个极地涡旋太可怕了吧？直接什么？从这个北方杀南方下来，结果现在气候变迁不单单只是极地涡旋的事情，还记得我们光是上个月甚至上个月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北海道不是有非常多熊吗？还有什么日本熊害不是非常多吗？因为没有食物下来，甚至还把人给吃了，人把它杀了，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是现在亚马逊一模一样。这在亚马逊最深处有一个神秘的部落，他们同时也要找食物的关系，他们第一次出现在人类的眼睛前面，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多原始，它旁边都是蝴蝶的。这个是南美洲亚马逊腹地里面很原始的隐士部落，光是你看到这部落几十个人聚集在那边旁边是一个似乎充满蝴蝶在那边飞舞的谷地。对，当他们现身的时候，刚好你看到镜头上是很难得的，被美国一个长期在那个地方研究当地生态20几年的一个自然生态保育作家罗索利他所拍下来的画面。你可以先看到他们非常凶他们是把武器对着他们拿了起来，对不对？那这一些部落你知道吗？他们在当地被称为马什科皮洛人，而这个就是我刚刚讲那个自然保育作家罗索利。然后这一些部落他们习惯拿着长弓和这个狩猎用的这个箭来狩猎。对，那他们就隐士在这个亚马逊的这个丛林雨林部落里面超过1个世纪了。这个是秘鲁的腹地，已经接近巴西了。而且你看到他手上拿的那个长剑。2.1公尺的长剑，没错。那个他们力量很大，他们射过来，我死掉了。他们拿的那个长剑，就是在当地亚马逊丛林里面就地取材，用他们的这个植物竹藤蔓所做成的。那前面就会削成，你看这么尖锐的这个东西，长7英尺，也就是2.1公尺。那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工具，可以让他们去做狩猎，去这个狩猎哺乳动物跟鱼，然后甚至呢有敌人入侵的时候，他们也就是用这个来对着他们要这个准备攻击的敌人。所以你看拿着那么长的东西，比他的这个身高还高啊！所以罗索利拿着，其实他心里还是胆战心惊的。你看到这个画面是一个这个当地的向导，在跟着他们这个离开的时候，后来受伤了，就被他用这个刚刚讲的2.1公尺的长剑攻击，他直接往他的这个胸部这边刺下去，而且这么长一个而且说来很离奇。刚刚不是一开始看到画面，他们在那个充满蝴蝶飞舞的地方出现的时候，然后拿着武器对准他们，罗索利他们一行人当然会紧张啊，他们就跟他们说，我们是希望来和平的，我们没有敌意。然后他们就把一些衣服还有这些香蕉就送给了那个马什科皮洛人。马什科皮洛人算是在亚马逊丛里面相当规模大一支。你现在看他们在那个小船上面抢那个香蕉。全部抢一群人抢到香蕉和他们给的东西后，其实也露出开心的笑容，也跟那个罗索利这个美国的这个自然保育主义者跟他讲说，那就有点类似在说我们来唱歌啊、挥舞啊，手举起来。结果罗索利也跟着他们做，你看他手举起来然后跟着他们做。一开始觉得说，他们接受他了，对，算是和平交流，达到第一次这样和平互动。结果没有想到隔天马上变脸。然后就直接拿剑攻击他，那个向导冷不防的就中了一枪，而且是从那个右肩的肩胛骨上方穿刺进去。这画面很惊悚的。然后你看这么长的一根剑，对，这么长的一根这样的一个剑，然后直接穿刺出来，从他的这个前面肚脐上方直接刺出来。因为这个画面太血腥了，所以抽射处理。那船上他们坐的小船上面全部都是血。所以
当下赶快帮他做一个紧急的止血，然后离开那个地方之后赶快送医，对，才保住他一命啊。他们也不晓得为什么就突然遭受攻击，这真的非常非常怪。他说前一天就像你说的，香蕉已经送了，舞也跳了。友好已经都全部手都举了，这类是投降。没想到隔一天，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哦，部落女性突然集体的消失，而且被全数藏起来。然后再来是什么？200名战士包围着他们，就才2到3人，200名战士围着他，拿那个2.1公尺的巨剑，要把他们处理掉。所以真的是很惊悚，而且发动攻击之前完全没有征兆。他们唯一能够理解的就是，你看他们一直跑，在躲避他们的这个追击。他们唯一能够理解就是攻击之前，他们把这些原来的他们部落的女性全部都藏起来了。然后当这些女性不见了之后呢，所以他们一度以为这些人是要过来跟他们抢女性的，对，所以藏起来，我要把你都杀掉的。然后所以他们只好赶快跑啦。但是大家会讲说，怎么到了2026年现代今天，还是会有这些人，他们就是不想跟外界接触啊。对，因为这一群人呢，他们就一直生活在亚马逊的这个雨林丛林部落，据说是秘鲁早期的他们那个伊涅族其中一支。用这个地图给大家看的比较明显，以往他们是在这个马努河这边，对。或者是在塔瓦马努河这两边，如今呢，他们会把它越来越扩散，这个新大洋洲这个村落这边，还有 Normal 管制哨站这里，还有这边的马德雷德的这个迪奥区，多半有时候是为了要食物，或者是要一些服装，要一些这个东西，他们会接近这些管制哨所，然后呢，跑到那边旁边跟他们要，因为他们特别喜欢，你看，他们特别喜欢红色的这个衣着，对，那据说他们拿到了这个红色、绿色的这个衣着和东西哦，尤其是衣物哦，拿回去他们原始的部落里面，他们的地位会提高哎。然后当哨所人员要反问他们，跟他们讲，他们就很有戒心哦。比如说他要问这些马什科皮洛人、这些隐士部落说，哎，你们是怎么取火的？然后他就说，就跟你们一样，有木头就可以啦。然后他说，哎，那木头你们要怎么取火？想多问一点的时候说，你们已经有这些东西了，为什么还要问我们呢？然后他就不讲话了，就非常有戒心，很有敌意对这些人。所以你当想要知道他更多的时候，这些隐士部落就偏偏不让你知道。而秘鲁跟巴西当地的政府的政策是，不要主动接触这些人，以免害他们的这个部落产生了生存的危机。这时候是为了保护他们啊。郑峰，我们刚刚讲亚马逊这个神秘部落已经默默的出来了，结果我们才发现一件事情：亚马逊除了这个人之外，更可怕的是生物。什么生物？来，你看到这个，这叫什么？这叫切叶蚁啊！切叶蚁有什么好讲？就蚂蚁吗？这蚂蚁可恐怖了，它的下颚哦，一咬住人，这样可以把人的皮肤给切开。你有物理攻击就算了。还有化学攻击耶！是这个切叶蚁有多恐怖？我们自己讲不算，由刚刚建平哥说的这个 Paul Rosalie 来看就知道他的经验是什么呢？他去 Amazon， 他去露营露营你也知道，大家一定要在上面盖一个棚，对不对？对。结果晚上他睡，突然间发现怎么有人在剪他的耳朵？你说那种，而且想要把他搬走，对，痛醒。结果他醒来的时候打开灯，你知道发现什么事吗？整个帐篷脆勾勾，全部都是坑，一个洞一个洞，是谁来攻击他？跟大家报告，就是切叶蚁。这些蚂蚁可以把它的棚子直接全部都吃掉，没有错。我们本来想这个帐篷应该是防外界的昆虫啊，没想到居然被切叶蚁吃掉了，而且更正不是吃掉，剪掉了。对，剪掉之后，你知道所有的昆虫都闯进来了，里面有白蚁、有蚊子，还有蜘蛛。连蜘蛛都进来了。对，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人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社会结构体，对不对？第二复杂的不是猫，不是狗，不是熊，不是鸟，就是切叶蚁。你知道它在里面分工极其之细，里面最大当然就是蚁后，那接下来有工蚁，工蚁就是什么？抵御外侮。那接下来还有采集蚁，你知道采集蚁是干嘛吗？就我们刚刚讲，跑去外面驮叶子回来的，它可以驮比自己体重重50倍的叶子，把它驮回来。郑峰，你刚刚讲一个最可怕的事情是那个 Paul， 他说什么？他说我为什么会发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被咬到了。对，你刚刚说它是非常非常痛的嘛。对，结果你看到原来这个所谓的切叶蚁，它的下颚是最可怕的地方。它可以把人类的皮肤给撕裂的，没错，强而有力，直接刚讲 Paul 说他要把我的耳朵搬走了，是真的，他真的可以撕裂人的皮肤。所以你看，第一个他是很伟大的农夫，他居然把叶子带回去当肥料，在上面耕种真菌。
第二，你知道它还有什么支撑吗？西方华佗，伊是一个 doctor， 他是医生，那我可能是医生啦。我跟你讲，因为在切叶里面的分工极度之细。我们刚刚讲它有采集椅，对不对？它还有园丁椅。园丁椅是干嘛？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哈。我们刚刚说它有一个农地，就是他们的苗圃，苗圃上面种的是真菌，对不对？对。可是你要真菌会遇到霉菌，可能就会稀翘。对。所以这个切叶椅身上居然有天然的抗生素。所以，当他发现他们的农作物要死掉的时候，就爬过去，然后把他身上的抗生素分泌下来，对，抵御这些霉菌。所以他们会撒农药啊，厉不厉害？超厉害，真的是一个 doctor。所以它有物理的攻击，还有化学的攻击。化学攻击，而且我们人类用抗生素会有抗药性，对不对？它生存了5000万年，至今没有抗药性。我们人类甚至去研究它，为什么你身躯居然没有抗药性？所以正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上面那个白白点点，就是抗生素，就是抗生素。它身上的这个结构，就是它分泌出来要保护它菌谱的抗生素，有够厉害。但我跟你讲，再厉害，这是第二厉害。我们刚刚第一个伟大的农夫，第二神奇的 doctor， 对不对？对。第三，他更是梦幻的建筑师。为什么你怎样？曾经有人在巴西挖掘出他的洞穴，他的洞穴有多大？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它大概有400-500，它的面积大概400-500这个平方米啦。这个你现在看到只是一点点。对。那它的深度在26米。等一下，你说这个东西？对，是切叶蚁做的巢穴。对，现在比人还高的这个地方，很高，这还是一部分而已。不是，太可怕了吧？对。然后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大家就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大家不知道啊，怎么办呢？灌浆才能知道里面那些通道是怎么样。你知道灌了几天吗？10天才灌完。灌完之后打开一看发现居然是切叶蚁的家，然后里面很重视你知道交通便利性。对，就是温刀告你照和割刀，照理讲，我们可以走路，可以开车，对不对？他们说我们纯劳力，所以我们用步练呢，走路最短距离。对，所以他发现其实每一个工蚁或者每一个蚁种之间的连接，他们都用最短距离。更夸张的是什么？他们还要种真菌，对不对？真菌会分泌2氧化碳一些有毒那个气体，对不对？它里面有排气孔直接从这个确定是切叶蚁做，还是这个外星人设施啊？我也是觉得相当好奇，然后当翻阅相关文献之后，发现这个实在太神秘，而且太神奇。不过这个巢已经废弃了但特别注意的是，切叶蚁它虽然这样子新建这么多巢穴，可是它们彼此间不能单独生存，它们必须高度依存，而且彼此不会互相攻击，而这也是人类社会必须要学习的一个捷径。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